我和老实又本分的老公结婚2年，本以为只是遇到了恶婆婆，解决好婆婆后就能重新回归到平静的日子中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却突然得知，原来幕后的一切都是老公的操控和默许。看着王杰已经扭曲的脸，我只觉得异常好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陈丽，今年27岁，和老公王杰结婚2年了。我们是一对很普通、很平凡的小夫妻。我和老公是经人介绍结婚的，其实说白了就是相亲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我感觉王杰这个人还算老实靠谱，再加上家里人也催婚催得紧，看着对方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，便应下了这门婚事。只是有一点，王杰是单亲家庭，他和母亲相依为命。就这样，很快我和王杰就在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婚后，我在服装厂找个了活做，王杰买了个2手小面包车给小超市拉货。可那时的我并不明白，人的日子总是不能遂心如愿的。那天早上，我和王杰刚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就听到王杰的电话嗡嗡嗡地响了起来。丽丽，是妈给我打的电话，她没具体说是什么事情，只说有急事让我回去一趟。原来是妈呀，那你赶紧回去，妈可能真有什么事找你。一听王杰说是婆婆有急事让她回去，我想都没想就让王杰赶紧收拾东西回去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一整天，我整个人都心神不宁的。终于挨到下班了，我换下工服，拿起手机便拨打了王杰的电话。可我连打了3个电话，王杰都没有接通。可没想到，刚一开门，我就看到了一幅让我有些不解的一幕。只见婆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边嗑着瓜子边看着电视，旁边还摆着一堆新鲜的水果。我看着在厨房忙碌的王杰，使了个眼色，让他和我进卧室。王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关好门，我就立马询问王杰缘由。是这样的，丽丽，我今天回家，妈和我说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就是最近她太想我了，总是见不着我，她心里挂念我。她知道咱们租了个2居室，就想过来住一段日子，能看看我，还能顺便帮咱们做些家务，你看行不行？丽丽，现在王杰和我结婚，家里就剩婆婆一个人，心里面难免会有孤单低落的情绪，这些我都能理解。虽说我心里没有那么情愿，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。听我直接答应了下来，王杰直接笑开了花。在饭桌上，婆婆对我表现得异常热情，又是给我夹菜，又是问我上班累不累，忙不忙的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着，起初我并不觉得怎么样，毕竟婆婆在家中还能帮忙做一些家事，操持一些家务事。可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婆婆不再做任何家务，每天都在客厅看电视，要不就是出去跳广场舞。而且我发现婆婆最近总是鬼鬼祟祟地出入我和王杰的卧室，问她干嘛，她也总是搪塞过去。不由得我心里生出了一丝不悦，心里对婆婆也难免有了些意见。那天下午服装厂突然停电了，主管就先行让我们下班了。可当我用钥匙转开大门时，我却看见了一个大叔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一时间，我整个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就那么呆愣愣地站在原地。直到我看见了婆婆的身影，婆婆也是没想到我会突然回来，整个人也呆了几秒钟。不过很快婆婆就反应了过来，对我说：“丽丽，这是张叔。”神经大条的我这时才明白了过来，打了个招呼后便立马跑进了卧室。晚上我旁敲侧击地向婆婆隐晦地问了此事，从婆婆的话语中
我得知这个张叔全名是张玉泉，婆婆和他一起跳广场舞的时候互相当过舞伴，后来时间久了就一来二去的熟了起来，慢慢的就谈起了恋爱。张叔有一个儿子，年纪比王杰大几岁，也结婚挺多年了。听完婆婆的描述，我和王杰都没有反对，只要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家，婆婆喜欢就行。况且，如果婆婆真能有个好的归宿，我和王杰都真心替她开心。在得知我和王杰并不反对她谈一段黄昏恋，反而还为她高兴时，婆婆也不在我们面前避讳些什么了，经常会带着张叔来我们这一起吃饭，有时候也会去张叔那儿待着。就这样，婆婆和张叔又相处了3个月。同样，这半年里，婆婆也一直住在我和王杰这。从最开始说的短住一段时间，慢慢变成了扎根常住。对此，我心里虽然有点不爽，但是想到婆婆目前的现状，我也便默许着她和我们一起生活。在这期间，我询问过婆婆一次，和张叔相处的如何，有没有考虑什么时候结婚领证。婆婆只说相处得很好，但是一说到结婚领证，婆婆就变了脸色，闭口不谈。对此，我也没法再说些什么。但是看着每天婆婆和张叔如胶似漆的恩爱模样，我心里也免不了嘀咕些什么。这2个人看起来分明是一副甜蜜的样子，但是为什么一提到结婚领证就顾左右而言他？是不想结婚，还是有别的计划呢？真是搞不懂他们在想些什么。可我还没为婆婆的事儿犯愁几天，我自己这边就出现了问题。这些日子我一直觉得犯恶心，什么也吃不下，而且头也昏昏沉沉的，整天没有精神。我觉得自己身体出了问题，就想着明天去医院看看。一开始，我在饭桌上说了明天要请假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。我能感觉到婆婆微微变了脸色，满脸的不悦。可当我后来说到自己最近有明显的恶心、头晕、吃不下饭等症状，婆婆的脸上又出现了我看不懂的隐晦神色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就去了附近的医院。医生询问了我的情况之后，让我去做了几项检查。不是生病，你这是怀孕了，应该是3周左右。医生看着我的检查报告，但面色平静地说：怀孕了。我有些惊讶地说：对，你的检查报告显示你确实是怀孕了。怀孕了。一路上医生的话都盘旋萦绕在我的脑海当中。我不懂为什么明明我做了避孕措施，怎么还会怀孕？可是不是说避孕套的避孕成功概率高达95%以上吗？我考虑到家里的经济并不算太好，就不想太早生孩子，想等几年慢慢稳定之后再说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在做措施。难道是买到假货了？我在心里越想越气，于是我飞快地跑回家，翻找着放在床头柜的避孕套。我左看右看都没看出有什么问题，但我仍旧不死心，仔仔细细地一点一点摩挲着。终于我察觉到了一丝不对的地方，这个套的外包装怎么滑滑的？终于让我发现了问题，这个套的外包装坏了，上面有很小的小眼儿。正当我以为自己是买到劣质产品时，我却发现怎么其他的套也如此的呢？20分钟后，我终于确认，床头柜里的每一个套都有着很多让人难以察觉到的小眼儿，就好像拿针扎的一样。就算再怎么劣质的产品，也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，只会是有人故意为之。家里面除了我，就还有王杰和婆婆。难不成是王杰？可是我和王杰明明都商量过了，等过几年稳定之后再要孩子，而且他当初答应的也很痛快，还一脸心疼地说我受委屈了，没看出一丝不悦。突然，
我脑子一激灵，想到了之前婆婆总是鬼鬼祟祟的频繁进入我的卧室，问她干嘛，她又不说。现在想来，8、9不离10就是她做的这件事情了。我立马拨通了王杰的电话，将我怀孕的消息和婆婆的所作所为都说了出来，让她尽快回家。很快，王杰、婆婆还有我们3个人面对面地坐在桌子上，我面色铁青，一言不发，只是将报告和被婆婆戳破的套扔在桌子上面。屋子里沉默得有些可怕。王杰看了看我，首先开口，打破了沉寂的氛围：“妈，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啊？”王杰像无奈也像是埋怨地对婆婆说：“我还不是着急抱孙子吗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谁知道我还能活几年？别人都子孙承欢膝下，我看着怎么能不羡慕啊？”说着说着，婆婆竟然哭了起来，一副饱受委屈的模样。婆婆哭了，王杰竟也跟着一起掉起了眼泪，说着自己不孝，没为婆婆考虑。看着面前母慈子孝的一幕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没法深究了。我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丽丽，我知道现在要孩子不在你计划的范围内，但是毕竟孩子已经来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现在怪妈也没用了。况且妈心里也是为了咱们好，不如我们就把孩子生下来吧。你放心，我今后肯定更加努力工作赚钱，不让你和孩子吃苦。”王杰的话如连珠炮似的向我袭来。其实说心里话，当我得知我怀孕的时候，我的心里确实的肚子里有一个生命正在一天一天的长大，我也确实不舍得将它打掉。不过事已至此，婆婆那么想要孙子，王杰也已经表态了，再去追究这件事情也没什么用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确定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后，婆婆心花怒放，不再让我做任何家务活，还成天变着花样的给我做营养餐，甚至连张叔有时候也会端来他在家煲的滋补汤。如果这样，那么把孩子生下来也不错，虽然环境一般，但是在爱里包围着的孩子也会健康成长的。我在心里想着。10月怀胎，1朝分娩，孕晚期的各种难熬都比不上分娩的痛楚。不过好在经过4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我终于把孩子生了下来。孩子是个女孩，我本以为有些古板的婆婆会有些重男轻女，可没想到她竟然异常喜悦，抱着孩子开心的不行。回到家后，婆婆主动揽起了看孩子的任务，每天围着孩子转，就连张叔竟然也频繁地过来和我婆婆一起看孩子。真是没想到张叔竟然也对我女儿那么上心，可能这就是爱屋及乌吧。很快孩子就满月了，出了月子后，我也立马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继续上班。可消停的日子还没过上几天，一天婆婆和我说想和张叔一起回农村老家住一段时间，如果2个人能适应乡村的生活，以后就在老家常住了。对此我当然没有任何异议，可婆婆接下来又说想把孩子也一同带回去，这下我心里犯了难。孩子还小，我当然是舍不得让婆婆把孩子一起带走的。我心里犹豫着，没有直接应下来。婆婆应该是看出了我的犹豫，丽丽，你看你还要上班，孩子也小，你一边上班一边照看孩子肯定是不行的，这2者间是要取舍一个的。况且你还没有奶，孩子也是一直吃的奶粉，不上班怎么给孩子赚奶粉钱？我是孩子的奶奶，我还能对他不好吗？这些日子你也是看着我怎么照顾孩子的，而且你张叔对孩子也是喜欢的不得了，你还不放心吗？婆婆一脸为我着想的模样。确实，如果又要照顾孩子又要上班，肯定是不行的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得答应了婆婆的想法。
看着婆婆抱着女儿坐上了大巴，我靠在陈斌的怀里，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自从孩子被婆婆抱走后，我每天是觉也睡不好，饭也吃不下，一天给婆婆打好几遍电话和视频，就是为了看看孩子好不好，长没长大。起初婆婆倒是十分配合地和我打电话，录孩子的视频，可后来渐渐就开始不耐烦起来了。有天我太想孩子了，给她打了3次电话。陈丽，你这是干嘛？你是怕孩子在我虐待他吗？还是你觉得我不配照顾你的孩子？我只能柔声细语地解释，生怕婆婆误会了什么。很快，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这期间婆婆只发录的视频，我察觉不对劲。这天我早早地起了床，就想赶上最早的大巴车去村里看女儿。正当我在卫生巾洗漱时，卧室里的王杰突然惊呼一声：“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”听到声音的我连忙跑进卧室查看，只见王杰的额角已经渗出了血丝。我顾不得其他，连忙带王杰先去附近的小诊所包扎一下伤口。等简单的处理好后，我又和王杰去了附近的医院，重新做了包扎，并打了破伤风针。等一切都处理好后，已经到了晚上6、7点了。看着逐渐落山的太阳，我知道今天去看女儿的计划又泡汤了。这2个月来，服装厂的活特别多，每天都是各种加班调班的。我好不容易向主管申请了1天假期，想回去看女儿，结果王杰又出了意外，真是天不遂人愿。我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其实我倒也不是特别紧急的要回去看女儿，只是最近婆婆给我发的孩子的视频，我看孩子穿的衣服都有些发旧了，而且看着也没怎么长胖，我怕孩子营养不好，影响今后长身体，所以我就买了不少衣服和奶粉，准备带回去给女儿，还给婆婆和张叔买了一些补品。不过显然，这个计划现在已经泡汤了。既然东西已经买了，一直在家里放着也不是那么回事。于是我拎着东西来到了附近的快递站，填写了婆婆所在的地址，将东西寄了过去。回到家后，我还给婆婆打去了电话，让她到时候记得去拿一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婆婆还是每天照常给我发孩子的照片和视频。我看着孩子的照片和视频，明明应该开心的我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觉得愈发奇怪。几天后，我终于反应过来了，我明明给婆婆寄了快递，她还和我说我买的补品她和张叔吃着很不错，但是给我发的关于孩子的照片和视频，衣服却还是翻来覆去的那几件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于是给婆婆打去了电话。丽丽呀，怎么了？婆婆在那头问道。妈，我给孩子买的衣服，你也给孩子试穿试穿，我看看合不合身。行，丽丽，妈现在在洗衣服，等一会给孩子试试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婆婆答应得很牵强，不过得到了婆婆肯定的答复后，我也不再细想，挂断了电话，就等着一会婆婆给我发照片了。可我3等2等，从傍晚等到天黑，我也没等到婆婆发来的照片。不由得我联想到打电话时婆婆牵强的语气，心里莫名咯噔了一下。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想到这，我坐马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准备给婆婆打电话。这时，王杰突然伸手拦住了我：“丽丽，你干嘛？大晚上不睡觉？”我给孩子买的衣服，想让妈给我拍照片看看，但是到现在妈也没发过来，我怕孩子出什么事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王杰。孩子在妈那儿能有什么事？你就是瞎操心，都这么晚了，你快点睡觉吧。说完，王杰就一把将我揽回了床上。
可心里有事儿，我根本就睡不着觉。躺在床上的我越想越不对劲，无数次的想拿起手机给婆婆打电话，可看了看时间，还是忍住了。终于挨到了天亮，我迫不及待地打通了婆婆的电话，让婆婆给我看一下孩子穿新衣服的照片。可婆婆却说孩子还在睡觉，不要把他吵醒了，等他醒了再发给我看。我想了想，也是，等孩子睡醒之后再看吧。可我就这样又等了一天，婆婆还是没有给我拍孩子的照片。问她要孩子的照片时，她也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。这下，就算脑子再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不对劲了。于是我谁都没有告诉，一个人坐上了去村子里的大巴车，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一路上，我设想了无数种可能，是不是孩子生病了，或者是哪受了伤？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当我回去时，竟然连孩子的踪影都没有，只有婆婆和张叔两个人在火炕上卿卿我我的模样。见我突然回来，婆婆吓得在炕上一惊，没找见孩子的我，此时已经慌了，直接冲上前，有些失控地抓着婆婆的衣领，大声质问着婆婆：“我孩子呢？你把我孩子弄哪去了？”直到我听到孩子没丢，孩子好好的这些话时，我才松开了婆婆的衣领。丽丽，你张叔的儿子结婚好些年了，一直都没有孩子，夫妻俩就想要个孩子，我就把孩子给张叔子抚养了。而且你和小杰还年轻，你们还能再生一个孩子，再加上过段时间我和你张叔就领证了，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，谁都不会亏待你和孩子的。婆婆说的声泪俱下，张叔也在一旁连声附和着。听着他们口中说的话，我只觉得异常可笑，快点把我的孩子给我送回来。我的态度强硬且坚决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还不等我反应，站在我身侧的张叔趁我不备，一把将我推向了墙面。此时的他早已没有了之前平和近人的模样，露出了他本就凶狠阴暗的面目。我被撞得晕乎乎，想支撑着爬起来。就在我踉跄着想要站起来时，张叔拿着身上的皮带牢牢缠住了我的颈，我被捆得近乎要窒息，胡乱摆臂想要挣脱。这时耳边传来了张叔的声音：“快来帮忙，快点帮我摁住他，想让我家断子绝孙，这个死丫头！不，可别把他掐死了，我们家可等着他传宗接代呢。”婆婆慌乱地回应张叔的话：“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死。”张叔的话好似在威胁婆婆。就在婆婆犹豫之际，终于我听到了警笛的声音。醒来后，我看见一个女警正坐在我床前。“你昏睡了2天，医生说你今天会醒。为了保护受害人，这几天我们没有允许任何人来看望你。你的女儿找回来了，她很好，没有事。伤害你的2位犯罪嫌疑人也已经被我们羁押了。考虑到关系的复杂，所以我们在等你醒来后定案。”听到女儿没事，我立马向她投向了感激的眼神。她应该是看懂了我的眼神，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抚我。那天当我发现女儿不在婆婆手里时，我便拨打了110求助，可没想到竟然因此救了我一命。出院那天，王杰抱着女儿来接我。看到我后，王杰立马红了眼眶：“对不起，丽丽，我真没想到妈会这样，她肯定是被那个老头迷了心智才会这样的。”王杰一脸愧疚的模样，我看了看王杰，又看了看他怀中的女儿，孩子没事就好。我轻声说道：“在医院的这几天，我想过了，这是婆婆和张叔做的事情，和王杰无关。王杰也不知道会这样，我不能把对婆婆的怨气牵扯到王杰身上。后面考虑到王杰和婆婆的关系，
再加上婆婆并未在陈叔殴打我时协助作案，没有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于是我出具了谅解书，报释出了婆婆。虽是我不追究婆婆的法律责任了，但我也明确地告诉了王杰，今后不要再让婆婆出现在我面前。出了这事儿之后，我再也不放心把女儿交到别人手里，很快我就辞去了工作，在家安心照看女儿。不久后，法院的判决下来了，陈叔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此外，另外赔偿了我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、医药费、营养费等加起来一笔不小的金额。这个判决结果让我很满意。就在我以为我的生活就要重新步入正轨时，一天下午，我接到了来自警方的电话。你好，请问是陈丽女士吗？是的，我是。是这样的，你这边有一起案件，张玉泉即将要送往监狱关押，在关押前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，我们这边问您要不要见，如果您同意会见他，我们会全程保护您的安全。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，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？我和他之间能有什么事情呢？其实我并不想再去见伤害过我的人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很想听听他说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。于是我鬼使神差般地答应了下来。我没有和别人说我要去见张叔这件事情，而是一个人抱着孩子去了看守所。我将孩子递给一旁的民警，在他们的带领下来到了探视的地方。隔着一层玻璃，我看到了那个想要置我于死地的人。我拿起身旁的电话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？你不会就真的觉得在这场事情中，王杰就是清清白白的吧？”他说话的语气中带着戏谑和嘲弄。我被他说话的语气弄得很不爽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冷冷地问。事已至此，反正我已经这样了，既然我捞不到什么了，那他们母子俩也别想撇清。外面的阳光很大，很暖，可我却一直在发抖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看守所的。在和张玉泉的谈话中，我得知婆婆和她的相识确实是个偶然，但后来的接触其实她都是有预谋的。在婆婆和她刚相识时，她就能隐隐地感觉出来婆婆对她有好感，但她一直都对婆婆不冷不热的，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就这样，有一天婆婆在和她聊天中提起，说我不愿意生孩子，王杰让她在套上做些手脚，到时候怀孕了就软磨硬泡，想办法把孩子留下来。但是她又害怕我到时候万一怀个女孩，以后又不肯再生儿子怎么办？而且她也不想养个丫头片子。没想到这句话却让张叔来了兴趣。他的儿子结婚多年，一直都没有孩子，夫妻二人去医院做了很多检查，却也一直没怀上孩子。他们那边有一个说法，如果能领养一个孩子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孩子，可这么多年俩人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孩子。于是张叔开始慢慢接近婆婆，很快婆婆就落入了张叔的温柔乡里，而我也在这时候怀孕了。得知我怀孕后，张叔便向婆婆提出了要求，如果我生的是女孩，就把女孩给他儿子抚养，同样会再给王杰5万块钱；如果是男孩，婆婆就留下，等今后生了2胎，再给他孩子一个。起初婆婆还有些犹豫，但经不住张叔的软磨硬泡，再加上她实在不想要孙女，只想要孙子，便有些动摇。于是婆婆又和王杰商量了起来，没想到王杰答应得很痛快，又有钱拿又不用养一个赔钱货。见王杰如此，婆婆便不再犹豫，直接应了下来。我问张叔，你怎么会觉得我生的是女孩？他只答，他在赌那50%的可能性。况且
张叔答应了婆婆，只要给她一个孩子，等一切安稳后，她便去和婆婆领证结婚。所以她知道，无论如何，婆婆都会想办法给她一个孩子的。就算这次不行，那么下次就行了，只不过是多等1年的事儿。她已经等了那么多年了，不差这1、2年。而我也顺她的心意，生下来一个女孩。为了不让事情败露，张叔和婆婆借口回老家将孩子抱走了，而王杰也拿到了他要的那笔报酬。后来他们怕时间久了瞒不住，便合计让王杰故技重施，再次让我意外怀孕。但他们都没想到，在生了女儿后，我怕还发生之前的意外，一个人去医院带了环，根本不会再怀孕了。甚至包括那次我要去看女儿，王杰额头磕伤，也是他为了拖延故意为之的。只是他们没想到，最后的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他们不可控的地步。想到这些日子发生的这一切，我止不住的全身发冷。一直和我同床共枕的王杰，竟然隐藏得这么深。回到家后，我没有打草惊蛇，而是趁他不注意，偷偷地查了他的银行账户余额，还有一些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保留了下来。之前我从未查过王杰的手机，可当我看到他和婆婆满是算计的聊天记录时，我还是控制不住的发颤。甚至到了现在，婆婆还是催促王杰让我快点怀2胎，不要让他们王家绝了后。1个月后，我将收集好的证据直接上交了法院，并同时起诉了离婚。王杰被我打得措手不及，但是无论他再想怎么狡辩，事实都摆在法官面前，他逃不掉的。很快，婆婆和王杰都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而被判处2年和3年的刑期，而我也顺利地和王杰离了婚。考虑到孩子还小，并且王杰无法支付抚养费，法院将王杰老家的祖宅和家里剩余的现金财产一并判给了我，且在王杰出狱后需要继续支付孩子的抚养费，直到孩子成年，且对孩子没有探视权。我卖掉了所有能变卖的东西，零零碎碎加上之前给我的赔偿，差不多有个20万。我想把过去的一切都断干净，于是我带着孩子来到了一座新的小镇上开始生活。这场荒诞的闹剧终于在此刻画上了句号。我本以为相亲认识的人就是靠谱的、老实的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一个人的善恶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亲身感知的，是需要靠时间去见证的。而我也庆幸自己有敢结束一切的勇气，斩断了这段婚姻，斩断了和王杰一家的纠葛。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会好好抚养我的女儿，开启自己的新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